冲动之后，接着便是自责和内疚。王伟本是一名即将毕业的警校学员，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毕业前夕的他会锒铛入狱。一天，王伟和几个同学到迪厅玩，其中有一名王伟喜欢的女生。他们在舞池里跳舞的时候，几个小流氓凑过来调戏了王伟心仪的女生，还对王伟施以拳脚。愤怒的王伟一下子爆发了，他拎起一个啤酒瓶向其中一名小流氓砸过去，小流氓应声倒地，被确诊为重度脑震荡。王伟因此事被判刑。我本不该冲动的，王伟后悔不迭。心理学家称，冲动中的人会竭力释放自身的负能量，理性思维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会同时下降，别人的好言相劝，自己的理性经验全都会被抛在脑后。因此，平日里行为冲动的人遇事一定要三思而行，切忌在情绪冲动的时候做出令自己后悔终身的事。冲动犹如一匹失控的烈马，它桀骜不驯，破坏力极大，但是缰绳始终握在我们手中。当别人说出了触犯我们的话，或是做出了触怒我们的举动，只需要很短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重新恢复理智。总之，一定要在冲动给我们带来不良影响之前将它消灭。当冲动扑面而来，可以试图用一些无关紧要的举动干扰自己的亢奋情绪，可以做其他的事情，把注意力转移一下，头脑不再引起冲动的问题上死磕，这样那股冲动的能量就会渐渐消退。冷静理智地面对那个带给我们刺激的人或事物，用沉默和不屑来应对，不做无聊事情的牺牲品。再或者，我们可以选择到宁静平和的环境中去，眼不见心不烦，良好的环境对心情有很大的疗愈作用。冲动当前，理智的人懂得多方面思考，当我们即将做出非理性的举动时，不妨想一想此举有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进行换位思考，对方的内心可能也同我们一样压抑着情绪，或是我们误解了对方的意图等等，如此可以帮助我们迅速冷却冲动的火焰，把自己从冲动的地狱中拉出来。俞敏洪说过，生活中人们经常把冲动误作勇敢，因为两者的外在表现是一样的，敢于放弃别人所不愿放弃的，敢于尝试别人所不愿尝试的。冲动往往是缺乏目标与规划的盲动，而勇敢是为了梦想而深谋远虑的行动。特别是面临人生选择时，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自己的举动是否属于盲动，比如一时冲动下选择了不适合的工作，或者嫁了不爱的人。每个人都曾经多多少少受过内疚情绪的影响，健康积极的内疚情绪是有益处的，它可以提醒我们改善自己的言行举止，照顾他人的情绪要求，规范我们的言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。然而，现实当中也不免出现过度内疚，影响到其心理状态的人。唐山大地震电影中，一位因在关键时刻被迫二选一，放弃女儿选择救儿子的母亲，一生都活在内疚当中。过度内疚者的心灵往往背负着沉重的枷锁，令他们深陷往事的痛苦中，甚至导致精神失常或结束宝贵的生命。一位哲人说得好，内疚的人是生活在过去的人，他们不去体验现在的快乐，更没有明天的梦想，他们仅仅在不断地反省自己的错误与过失。与其说他们沉浸在过去无法自拔，不如说他们意志力薄弱，心理脆弱，没有开始新生活的勇气。若如此沉溺于过去的阴影当中，终会对不起未来，耽于往事的人终将一事无成。泰戈尔有句名言，如果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，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。无论过去曾有怎样的痛苦经历，内疚、后悔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
篮球赛场上的罚球就是如此。平时训练，运动员们几乎百发百中，而在争分夺秒、热火朝天的赛场上，命中率很大程度上靠心态决定。特别是在罚失一球的情况下，第二投能否顶住压力，就成了能否罚进的关键。善于把控内心的人，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断开内疚心理的枷锁，以实际行动证明一个改过后的自己。布依凡是一位企业家，平时日理万机的他，把心思精力都投入到生意当中了。他的父母逐渐年迈，希望儿子能常回家看看。然而布依凡一心扑在事业上，总想着有所成就再回报父母。天有不测风云，布依凡的父亲突发心脏病，撒手人寰。母亲由于接受不了如此残酷的现实，整日在家不肯出门，以泪洗面。受到巨大打击的布依凡整天沉浸在内疚自责当中，深深地懊悔自己没有多陪陪父母。一位朋友知道此事，专程来看整日借酒浇愁的布依凡。朋友劝道：人死不能复生，趁你母亲还在世，好好孝顺，也是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呀。布依凡恍然大悟，立刻把忧郁的母亲接到身边，下班有空陪母亲聊天，节假日陪着母亲出游。布依凡的母亲逐渐恢复健康，情绪也稳定多了。如上事例所言，有些遗憾我们的确无法弥补，但是早日从内疚的情绪中解脱出来，可以使得我们每天活在希望中。内疚者要学会对自己宽容，让自己过得轻松愉快，这也是对亲朋好友最大程度的负责。冲动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，对理智失控就是对自己的人生失控。内疚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。当一个人从心底放下内疚，才是完全放过自己。用理智控制冲动和内疚，我们就会生活得更加快乐。